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喺度我睇過大陸新聞啦。咁北京香山論壇就喺10月19號到31號舉行喎。咁北京科學院嘅原副院長何雷呢，喺29號就接受呢個環球時報採訪啦。佢就話要用孫子兵法去解決台灣問題啊，就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佢話中國政府一旦逼不得已去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呢，就將會係一場佔據法律同埋道德高地嘅統一之戰、合法之戰同正義之戰啊！睇睇佢詳細講啲咩啊？咁何雷表示啦，佢話中美兩軍個關係好，兩國個關係會更加好。佢話兩軍呢應該係為促進兩國友好關係積極做出貢獻啊，同埋要維護區域仲有世界和平穩定積極做出貢獻，而唔係相反啊！咁同時啦，何雷呢就駁斥美方，就中國拒絕同美方開展經常性雙邊軍事交流同美國國防部通話請求嘅主張，就話美國不斷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係肆意破壞兩國關係嘅政治基礎，干涉中國內政，慫恿支持台獨啊，仲話造成兩國關係處於建交40幾年嚟嘅低谷時期，而兩軍嘅關係亦都係受到嚴重影響啦。不過就算係咁，兩軍嘅交往就冇停止。2023年呢就進行咗多次嘅交流活動同會晤。不過美國嘅防長奧斯汀未能夠出席香山論壇呢件事，佢表示遺憾啊。佢講到美國嘅防長奧斯汀多次提出要同中國軍方嘅高層對話，今次就冇出席論壇啊，失去咗佢多次請求、夢寐以求嘅機會啊，就可以睇得到啦。話美國嘅誠意到底係真定係假呢？咁佢當中講到台灣問題，就話武統係合法正義之戰。咁延續翻頭先個講法啦。佢話對於台灣問題，何雷強調中國係聯合國安理會唯一冇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嘅常任理事國，台灣就係中國不容分裂嘅神聖領土一部分啊！就話中國必須要統一，亦都必然統一啊！呢個係幾千年嚟大一統嘅思想觀念使然啊，亦都包含台灣人民在內嘅全體中國人嘅共同願望啊！佢提到話任何勢力咧都無法阻擋歷史洪流啊！佢跟住繼續講咯，佢話如果用武力去解決台灣問題呢，就會係一場佔據道德法律制高點嘅統一之戰、合法之戰同正義之戰啦。就話中華兒女擁護、支持、參與之戰，亦都將會係一場粉碎外敵干預之戰。就話要用最少嘅傷亡、最少嘅損失、最低嘅代價，贏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最後一場嘅偉大勝利，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啦。然後佢最後講到話挑起呢場戰爭嘅責任呢，係完全在於台灣當局啊，喺台獨分裂分子同外部干預勢力啊。佢話到啦，戰後中國政府必定會將極少數頑固嘅台獨分離主義者繩之於法，嚴懲不貸啊！呢度講到台灣問題啦，咁當中其實都好似係放緊風出嚟，會唔會就真係去打台灣呢？因為你睇到啦，而家成個世界環球咧個局勢都好亂啊！咁俄烏戰爭啦，咁以巴嗰邊又開緊戰啦，以巴嗰度呢，而家係打到漫天煙火啊，同埋死咗好多人啊！咁由呢兩個例子都可以睇到，如果一開戰呢，肯定會有人死嘅。咁再加上台灣嗰度，如果咁樣打過去，可能呢好容易就引發第3次嘅世界大戰啊！同埋台灣嗰邊呢，嗰一班成日嗌住台獨嘅政黨咧，理論上嚟講應該唔會咁容易就真係實行台獨嘅。點解呢？因為每一次選舉呢，佢哋都會將台獨呢張牌呢攞出嚟用㗎。咁台獨呢張牌就成為咗佢哋選票嘅救命良藥啦。咁如果邊一次選舉唔好，冇乜信心贏嘅，就會攞翻呢張牌出嚟繼續講。
咁跟住再透過網上嘅攻勢啦，令到好多人去渲染呢一種情緒啊，所以佢哋嗰啲台獨理論上嚟講得把口，除非係有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出現，令到佢哋發癲。如果唔係，應該都只係響把口度講嘅啫。咁其實最近一兩年呢，反而好多人喺度擔心台海兩岸之間會開戰咯。咁因為都有唔少嘅事件出現過啦，就好似佩洛西去訪台咁啦，訪完台之後即刻就有一個密集式嘅軍事演習圍住台灣嚟做啦。咁所以其實兩岸啦嗰個情況都幾緊張噶。就算而家台灣今次嘅選舉都好啦，佢哋有一個口號呢，就提住安全呢兩個字。嗰部分就講完啦。咁啊睇翻上邊嗰個問題啦，佢就話美國嘅國防部長未能夠出席呢個香山論壇啊，就話反映到美國方面呢係冇乜誠意啊。因為佢都覺得啱嘅，如果一直以嚟呢都話要溝通啊嘛，咁我去到香山論壇嘅話，咁其實要溝通，直接見面見得到啦。咁香山論壇呢，今次個主題係啲乜嘢呢？今屆嘅主題呢，就係維護國際秩序，共築亞太和平，就將會圍繞大國關係同國際秩序、亞太地區安全風險監管、中小國家利益同共同安全，仲有國際軍控體系與全球穩定呢幾個議題就進行對話交流啦。就邀請亞太、歐洲、非洲、拉美百幾個國家嘅軍隊領導人過去一齊出席論壇嘅。咁睇嚟都好似唔少人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報道呢，就話啦，係解放軍嘅二把手啊，亦都有喺香山論壇致辭啊，就話無論邊個將台灣分裂出去，中國軍隊都絕不答應，絕不手軟啊。咁張又俠就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嚟嘅。頭先嗰段説話呢，就係佢講㗎。佢提到啦，話各個國家唔能夠將自己嘅意志強加於人啊，亦都唔能夠將自己嘅利益凌駕於人，唔能夠將自己嘅安全建立喺人哋嘅唔安全之上啊。就譬如好似台灣呢啲咁重大敏感嘅問題上邊，如果故意挑釁其他國家就唔得啦。咁佢又話啦，中方呢就倡導要尊重彼此嘅主權同領土完整啦，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關切，仲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同社會制度，重視同照顧各國合理嘅安全關切啦。而香山論壇呢已經係第10屆啦，係事隔4年首次再舉辦實體嘅論壇啊。而今次參加嘅人數同層級呢係打破歷史記錄㗎。而張又俠繼續講啦，佢話提到呢就會同美國繼續發展一個軍事聯繫嘅，又不點名指責話個別國家唯恐天下不亂，蓄意創造動亂，插手地區事務，干預別國內政，挑起顏色革命。咁佢呢個不點名呢，應該講嘅都係美國啦。咁呢番説話呢，佢所提到嘅顏色革命啊，即係有意推翻政權嘅代名詞嚟㗎。自從俾美國列入制裁名單嘅李尚福3月就職國防部長以嚟呢，美中兩國嘅軍事聯絡機制就一直中斷到而家啦。咁張又俠提到啦，仲要警惕冷戰思維捲土重來啊，共同抵制撕裂世界嘅錯誤做法。佢指責個別國家就抱住你輸我贏嘅零和思維，信奉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大搞拉幫結派嘅集體政治，推行築牆設壘嘅單邊主義啊，令到我哋呢個世界充滿戰爭陰霾同人道主義災難啊。咁其實你話中美之間，就算而家佢哋係冇正式打熱戰都好啦，其實係大家打緊一個超限戰嘅金融戰，而家都打緊嘅。咁而家你睇得到啦，咁美國不斷加息啦，咁中國呢就喺度不斷減緊息啦。咁其實加息呢樣嘢呢，影響嘅唔止係中國，係全球都影響緊嘅。咁其實而家加息呢樣嘢呢，比較上感覺似係夾緊中國嘅。咁但係啦，中國其實喺好早之前已經提出內循環之類嘅嘢啦。咁唔知係有心定冇意啦。咁另外仲有大陸有個走資問題啦。咁不過如果大陸放寬一啲嘅企業嘅准入門檻，譬如51%係可以俾外資隨意咁入去嘅話，咁
咁其實對大陸嚟講又係唔係一件好事呢？咁佢最後提到話中國係世界和平嘅中流砥柱，中國軍隊呢係維護世界和平同領土完整嘅堅定力量啊！中國就積極推動熱點降溫，秉持客觀公正嘅立場，就支持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就呼籲以巴衝突各方即刻停火止暴啦。佢宣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舊年就提出咗全球安全倡議，為咗破解全球安全困境，實現世界長治久安，就提供中國方案啦。而美國方面就依照慣例，未有派國防部長出席今屆嘅香山論壇，而係由國防部助理部長辦公室中國事務高級主任卡拉斯率團議會啦。而路透社方面指出啦，好多西方國家對於香山論壇嘅開放程度係存質疑嘅。消息人士指出啦，法國派出國防部嘅官員組成嘅小型代表團去參加呢個會議，而北約嘅代表團就由安全策劃主任史密斯去率領啦。咁呢個呢，就係關於大陸軍事方面嘅最新消息啦，咁大家有咩睇法呢？下邊留個言啦。咁呢啲呢，全部都係新聞內容嚟㗎。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